这位优雅的女士叫艾米丽·波斯特，是上世纪的作家、小说家。1950年曾被媒体评为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美国影响力位居第2的女士。这段影片拍摄于1947年。波斯特当时通过出书、开专栏和拍电影教大众各种礼仪，人们称她为礼仪皇后。直到今天，波斯特的后人还开设有波斯特学院，提供礼仪和日常生活规范的培训。波斯特的书也出版到了第89版。知道波斯特女士并不是通过她教的礼仪，而是1915年春天，波斯特和他的儿子以及另一位亲戚一行3人从纽约出发，一路向西，经过27天自驾，到达了旧金山。他一路走，一路给杂志写游记，后来集结成书，书名直译为《驾车到金门》。如果现在起标题，就是自驾横穿美国攻略。在书中，波斯特详细记录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附有自己绘制的地图和每日开销的账单。该书也被认为是驾车长途探险的最早作品。达克翻看了这本书，来了次地理和时间上的双重穿越。特别是波斯特女士旅行的前2天，也正好是达克住家附近。我们试着重走了这段路，借着视频和大家分享。波斯特的父亲布鲁斯·普莱斯是著名的建筑师，迄今屹立在曼哈顿的美国担保大厦、大都会银行大厦、中央公园里的理查德·莫里斯·亨特纪念馆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温莎车站和魁北克方蒂纳古堡酒店都是普莱斯的杰作。母亲是煤炭大亨的千金，自幼波斯特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92年与一位银行家艾德温结婚，并到欧洲度蜜月，此后一直住在纽约繁华区。1905年因艾德温沾花野草，并遭到勒索，2人离婚。非常独立的波斯特此时已经为当时流行的杂志写关于建筑装饰的文章，还陆续连载了多篇小说，也到欧洲自驾旅游。1915年我们上期视频讲到的横贯美国的第一条公路林肯公路已经陆续打通。这一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也将在旧金山举行。科里尔周刊的编辑便约请波斯特开车走一趟。科里尔周刊以调查新闻起家，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杂志还以擅长图片和各种插图闻名。杂志编辑和波斯特确定的细心原则是：开车、住舒适的旅馆饭店，一日3餐也要尽量选择上档次、有特色的餐馆。这很符合波斯特的嗜好和品味。看来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都喜欢诗和远方，自驾探店。得知波斯特要开车从纽约到加州，朋友们认为太疯狂了，劝他如果真想穿越美国，买张火车票，在舒适的卧铺车厢里读着小说就可以用1个星期到达。事实上，连接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早在1869年就开通了，乘火车旅行自然是人们的首选。为旅行做准备时，波斯特先买了本1914年出版的旅行蓝皮书。蓝皮书是一位康州经营汽车生意商人的主意。1901年出版了第1版，标记了62条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公路。当时公路没有编号，全凭文字描述如何从某地到达某地。因为没有找到最新版，波斯特询问了蓝皮书的编辑，编辑说理论上是可以开车到旧金山的，答复听起来很乐观，但具体的线路和地图无法提供。其他的旅行社和汽车俱乐部也没有中西部道路的信息。波斯特又向一位来自加州的女士打听情况，加州女士一听是汽车，连忙摇头，告诉波斯特自己坐火车穿越过多次，在中西部根本就没有路。波斯特说现在有了林肯公路了。那位女士提高嗓门告诉波斯特，那是想象中的赤道。内布拉斯加的普莱特河水很急很危险，还有劫匪出没。
听了这位女士的话，波斯特赶紧给编辑打电话，说车开到密西西比河，估计就没有路可走了。编辑回答，我们的目的就是看能否舒适的开车、住旅馆、进行旅行，能走到哪里就算哪里，不能走就回来。最后，在一家旅行社，一位先生非常自信地告诉波斯特，可以开车到旧金山，并在地图上画出了路线，从阿尔巴尼、克利夫兰、芝加哥进入中西部。波斯特说，那位先生在地图上画路线的神情，就如坐在飞机上指点地面景物一般，不过好歹有了大致的方向。波斯特此行的司机是他的大儿子小埃德温·波斯特。小埃德温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后来在一战中是位飞行员，战后是著名的马克汽车公司的工程师。由此也看出，一路上他的驾驶和动手能力应该比一般的司机强。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波斯特的一位亲属，类似姨妈之类的，也要加入旅行。波斯特告诉他，车上没有地方坐了，只能和后边的行李挤在一起。这位亲戚满不在乎，还很高兴。新人的加入让行李也增加了很多。4月25日，原本上午计划9点出发的，结果11点还在决定取舍行李中。直到中午才开上了第5大道。旁边经过的车看着装满大包小包的波斯特，大喊问他们去哪里。当得知去旧金山后，没人敢相信。林肯公路原本从时代广场出发，穿过新泽西和宾州，由于当时在修路，所以旅行社建议波斯特向北，经过纽约首府阿尔巴尼，沿着运河一线到克利夫兰。这是波斯特女士第一天的起点，第5大道与59街的交汇处。他们计划的第一站本来是雪城，因为出发晚了，第一站就改到了首府阿尔巴尼。从地图上看，当时通往阿尔巴尼的公路应该在哈德逊河的东边，我们特地挑选了一条小路感受一下。离开纽约30英里后，路况变得糟糕，车子颠簸得很厉害，这让波斯特有点担心。不过离开纽约后，哈德逊河畔的风景变得很美，路边不时出现富家的豪宅。与现在的87号高速公路不同，当时的公路应该距离原哈德逊河修建的豪宅和住家很近。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到达了阿尔巴尼的什艾克酒店。现在如果不堵车，同样的距离，时间需要2个半小时，100年间提速了3个小时。什艾克酒店应该是当时阿尔巴尼最好的酒店。酒店离纽约州议会很近，波斯特女士在酒店里看到了饭店里挤满了纽约州的议员。酒店的设施和服务和纽约市没有什么区别。曾经位于这里1899年修建的9层高的酒店，已于1968年被拆除了。波斯特记录在阿尔巴尼的花费如下，先说明一下，1915年的$1相当于现在的25美元。饭店2位门童帮忙搬行李给小费50美分，3人的晚餐4.6美元，小费50美分，3人看电影30美分，汽水30美分，往纽约家里打电话90美分，双人房间5美元，单人房间无浴室2美元，饭店小费20美分，第2天早餐70美分。汽车的花费是汽油5.4美元，存车1美元，洗车1.5美元，机油80美分。波斯特女士这次旅行全程接近4200英里，除了在中部行驶在林肯公路上，开始和进入科罗拉多州后都不是直线距离，其中新墨西哥州到大峡谷一段因为车子故障不得已搭乘火车。按附录中的行程地址，用谷歌地图按现行的公路里程，共驾驶了3640英里，相当于5800公里。整个旅行中并没有严格的计划，比较随性，有时一天开13或14个小时，有时只开3到4个小时。最快的时速是50英里，一般在35到40英里之间。
从书里的记录看，一路上车子抛锚了2次，一次是在刚刚提到的新墨西哥州，另一次是在旅行的第2天，刚刚离开阿尔巴尼。当时道路还算平整，但大约开了20英里后，他们听到了吱吱的奇怪声音，随后声音越来越大，变成了类似敲鼓声。小埃德温立刻停车检查，发现是传动问题，在发动时无论如何也打不着火了。这时离他们出门还不到24小时，真有点出师不利的感觉。在当地一位农夫的帮助下，来到一家修车店。他们这次旅行最失策的一环是开了一辆进口的汽车，配件很难找。店里的修车工说，如果是大众普及的福特、卡迪拉克，配件就很好解决。虽然经过一番周折，波斯特长途电话联系到了纽约的汽车经销商，修车师傅也卸下了发动机，发现是一根油路断了，还好修车店可以用替代品先将就一下。纽约那边答应将新发动机尽快托运过来，于是波斯特决定先坐火车到尤提卡等待修车。本来他们对尤提卡的住宿没有抱很大的期望，没想到刚刚落成的尤提卡饭店非常令人满意，餐食也非常好，还包括法式的叙泽特可丽饼，而且价格亲民，晚餐是 1.3 美元一位。晚餐时还有现场的音乐伴奏，晚饭结束后是舞会。饭店的服务员和纽约第5大道饭店的一样热情，问候进出的每一位客人，还赠送纪念品，包括铅笔、小皮包和卡片夹，让波斯特感觉是在参加孩子的生日晚会。第2天，小艾德温回到修车店，将修好的车开到尤提卡接2位女士，还好行程只耽误了1天半的时间。修车费用如下：请人拖车到修车店3美元，配件 9.09 美元，人工 12.3 美元，联系纽约车行电话费3美元。再次上路后，大家心情都很好。波斯特写道：从阿尔巴尼出发，一路上的道路就像台球桌一样宽阔和平坦。法国就有许多笔直的长路，而这里的道路比法国的任何一条路都要好得多。我们第一次不是从呼啸的火车窗外看到自己的国家，整齐的栏杆围绕的牧场，漂亮的奶牛、马匹、房屋、谷仓，每个谷仓里都有一辆福特汽车，还有各种不同的果树，绵延数英里的修剪整齐的葡萄藤，均匀地排成一排，就像阅兵式上的士兵一样。不过就在当天早晨离开酒店时，一位愤怒的先生对服务台的人员抱怨：你们开的是什么酒店？凌晨3点还有人在跳舞，太离谱了。酒店人员连忙道歉，提出给客人换一个安静的房间，但客人还是恶狠狠地叼着一根雪茄出了大门。其他客人则说，如果这位觉得跳舞到3点太晚了，应该去一趟纽约看看。另一位旁观者说，他还是回农场养鸡的好。在雪城，他们看到了一列列装满盐的火车。在水牛城，波斯特住进了斯塔德纳饭店。他写道：在水牛城，我们住在斯塔特勒饭店，饭店提供真正完美无瑕的服务，他们将对客人的个性化服务发挥到极致。你入住登记时，店员会说出你的名字，然后每个人都会用名字称呼客人。还不止这些，早上在斯塔特勒，一份报纸被放到客人的门口，附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早上好，这是您在水牛城的报纸。当客人准备离开，前台不对服务员喊去取355房间的行李，而是说请到波斯特夫人的房间去，把她的行李拿下来。我当然非常喜欢这样的服务，我相信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感。
在准备离开水牛城时，饭店门外进来一个分不清是白人还是黑人的土人。饭店服务员告诉波斯特，这人刚从克利夫兰来，从他一身的尘土，您就应该知道路况了吧？这让一行人开始担心起来。接下来，波斯特女士将进入中部的俄亥俄州，再经过芝加哥，渡过密西西比河。